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3年11月16号星期四，今天要来做开箱。最近买了3组折叠床，这个是它的床垫。那我先开箱这个床垫，因为买3组，有2组是要送给朋友的，所以我先拆一组起来观看就好。那这是他赠送的床垫，那我们看一下。感觉还不错了，这是他们的品牌。这边还有一个枕头。床垫看完以后，我去把床搬上来。折叠床在这边，那总共有3组。那我先拆一组起来。这一组是106公分的，它的厂牌是伊瑞斯。那我先进行开箱。我买的是18只脚的，那这是它摊开的样子。它的宽度大概有71公分左右。长度的话大概186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面，它有18只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9、28，是18只脚没有错。它整体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床的部分，我是请他们发微翘款的，它在设计这边会有一个微翘的角度。不过我刚才试躺了一下，我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差异啊。然后它的底部就是全平的，这边。全品的，它的整体脚架总共18只脚，然后它的床这边感觉好像里面有填充一些棉之类的，细密度我感觉是觉得还不错了。给各位看一下它整体的床，这样子。那因为我买的这一款它是有床垫的，所以我们直接把床垫装上去。那我床垫已经装上去了，那就是4个角落卡住而已，这样子，所以还蛮方便的。整体装上去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来试躺看看，整体的稳定性还算不错，床的紧实度我也是觉得还可以。碰手的部分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，不过加上床垫的话会改善蛮多的。缺点就是比较热，头部枕头的部分改善不多啦，因为还是会感觉头部有一点点下沉。那腰部的部分感受上也不会说有下沉的问题，所以这一组应该是还算可以。那枕头的部分可能还要加装一点点高度，睡起来才会比较舒服。那碰手的部分就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床只有71公分，所以你躺久了，你的手还是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那其实这样子放，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啦。那我觉得它这个微翘的设计是改善没有很多，因为头部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凹下去的，这个一看就知道了，这个会凹下去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边加垫一个小枕头之类的，增加它的高度，那这个感受就会更好了。碰手的部分，我是觉得这个床垫如果可以再加宽一点点，就是覆盖到它整个钢管，那我们会碰到手部的这个部分不舒服的感受就可以改善了。所以这个床还是适合一些身材比较瘦弱一点的，就是你的手可以完全放到床里面的，那这个床睡起来就还不错。那因为我这边空间的问题，我后续再拿我之前买的那一组上派的来做比较。那它的床垫可以直接收纳起来，它有一个绑带。那它的床再收也是蛮简单的，就这样子而已，还算好收了。这样子就收起来了。这一组我个人的感受是及格，但没有到很好。因为它的钢架我是觉得有一点软，它的脚架没有想象中支撑度那么好。这一组我个人是还可以接受啦。这一组我个人建议就是体重超过100的就不要买了，因为躺下去它的凹陷程度会比较明显。那我拿另外一组的长度来做一个比较，那这样子一看，它光长度就差了这么多。那重量的部分，这一组比较重。那重量的部分，我看能不能量一下。70公分的这一组上派的，大概在8.1公斤左右。那伊瑞斯的这一组106公分的，大概在7.7公斤左右。那这2组我个人躺起来的感受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组，因为这一组你躺上去的它的紧实度会比这一组好很多。所以如果体重稍微重一点的人，我个人建议是买这一组。
那你没有超过100公斤的，就是买这一组还可以接受。那如果以携带方便性来说的话，我个人还是会推荐这一组。那这一组我个人感受它是比较软一点，然后它比较高一点，它携带比较不好携带。但是这一组它台湾不寄送，所以我也买不到了，就很麻烦。最后来分享一下价格，这个床寄来，我一次买3组，它的关税是498，那床垫的部分是254块，那它还有一个超重的运费，那再加上床的费用，我会用图示的方式呈现出来。那我这一篇折叠床的开箱介绍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